南宋淳熙2年，公元1175年，江西千山鹅湖寺，一场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辩论正在进行。一边是陆九渊，主张心即理，认为真理就在每个人的心里，向内求就够了。另一边是一个清瘦的中年人，他坚持认为理在万物之中，你必须一本一本地读书，一件事一件事的格物，才能触碰到那个终极的真理。这场辩论持续了3天，谁也没有说服谁。但那个主张格物穷理的人，后来成了中国此后700年最不可绕过的思想家，他叫朱熹。朱熹出生于1130年，福建尤溪人。据说他5岁时就能指着天上的星星问父亲，天之外是什么？8岁读《孝经》，在书上贴了6个字，不若是，非人也。一个8岁的孩子已经把道德标准拉到了近乎苛刻的高度，这种气质贯穿了他的一生，极度认真，极度较劲，对真理有一种近乎洁癖的追求。19岁，朱熹考中进士，放在今天，相当于19岁通过了最高级别的公务员考试。但他很快发现，官场不是他想要的东西。他一生断断续续做过几任地方官，加起来不过9年，其余时间全部用来读书、写作、讲学。他修复了白鹿洞书院，重建了岳麓书院，在武夷山建了武夷精舍。他走到哪里，书院就建到哪里，学生就跟到哪里。他的讲学现场常常座无虚席，来晚了的人只能站在门外听。但朱熹真正改变中国的地方，不在书院里，而在书桌上。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，把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4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儒家典籍中挑出来，重新校订、注释、编排，合成一套完整的教材。这就是后来影响中国700年的四书章句集注。在朱熹之前，儒家经典的核心是5经、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，但这些书太难了，普通人根本读不懂。朱熹的眼光在于，他发现大学讲的是为学的次第，中庸讲的是心性的精微，论语是孔子言行的实录，孟子是义理的发黄。4本书加在一起，从入门到精深，从理论到实践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学习路径。这个选择太重要了。元朝以后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就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。这意味着此后600年间，每一个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中国人，都必须把朱熹的注释背得滚瓜烂熟。他的思想不是被供奉在庙堂里，而是被装进了千千万万读书人的脑子里，变成了整个民族思考问题的方式。那么，朱熹到底说了什么？他的哲学核心可以归结为4个字：理气二元。朱熹认为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由理和气2部分构成。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，是形而上的、完美的、不变的；气是构成事物的材料，是形而下的、有轻浊厚薄之分的。就像做一张桌子，桌子的理是那个完美的桌子的概念，而气是木头本身。木头有好有坏，所以现实中的桌子总有瑕疵，但那个完美的理始终存在。这套理论推演到人身上，就产生了一个关键命题：人的本性是纯善的，因为人性中的理来自天理，天理当然是善的。但人同时由气构成，气有清浊，所以人的气质之性就有了善恶的差别。就像一盏灯，灯光本身是明亮的，但如果灯罩上沾了灰尘，透出来的光就昏暗了。修行的意义就是擦掉灯罩上的灰，去掉气质的遮蔽，让天理的光重新透出来。怎么擦？朱熹的答案是格物致知。这2个词出自大学，但朱熹赋予了它们全新的分量。他认为天理不是悬在空中的抽象概念，而是散落在万事万物之中。一片叶子的生长有叶子的理，一段历史的兴衰有历史的理，一次人际交往有交往的理。你要做的就是一件事一件事的去格、去观察、去思考、去推究。今天格一物，明天格一物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忽然有一天豁然贯通，万事万物的理在你心中连成一片，这就是致知。所以朱熹是一个极其强调读书和实践的人。他不相信顿悟，不相信捷径，不相信坐在那里空想就能获得真理。他有一句名言：为学之道，莫先于穷理。穷理之要，必在于读书。你想明白道理吗？先去读书。你想修身养性吗？先去格物。这条路很笨、很慢、很苦，但朱熹认为这是唯一可靠的路。这种态度也塑造了他对静的理解。朱熹一生最看重的一个字就是静。他说：静之一字，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。静不是简单的恭敬，而是一种精神的高度集中和清醒。穿衣时认真穿衣，吃饭时认真吃饭，读书时心无旁骛，待人时真诚专注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活在当下，全力以赴。他的学生记载，朱熹晚年病重，已经几乎不能坐起来了，但只要有人来问学，他一定挣扎着起身，正襟危坐，一丝不苟地回答。
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，让他在学生眼中几乎是一个完人，但完人也有完人的另一面。朱熹生前卷入的最大风波是沁园党禁。南宋宁宗时期，权臣韩托胄把朱熹和他的学派打成伪学，朱熹被罢官，他的学说被禁止传播，门人弟子遭到迫害。1199年，朱熹在政治打压和病痛交加中去世，享年70岁。据说他临终前几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的注文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还在格物。更大的争议在他死后，元明清3代把朱子学定为官方正统，科举考试以他的注释为标准答案。朱熹的地位被越抬越高，但他的思想也被越读越僵。他原本强调的是格物穷理的探索精神，后人却把它变成了死记硬背的教条。他原本讲的是理气二元的精密哲学，后人却只记住了存天理、灭人欲6个字，并把它极端化为对人性的压抑。尤其是灭人欲这个说法，在明清2代被用来压制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，造成了深重的社会弊病。但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关键点，朱熹说的人欲，并不是指人的所有欲望，他区分了欲和人欲。饿了要吃饭，这是欲，是正常的，天理允许的；但饿了非要吃山珍海味，铺张浪费，这才是人欲，是需要灭掉的。他的本意是节制过度的私欲，而不是消灭一切人性。只是这个精微的区分，在后世的简化传播中几乎完全丢失了。朱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，他的思想在13世纪传入朝鲜，成为朝鲜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，催生了李晃、李耳等一批杰出的朝鲜诸子学者。在日本，诸子学在德川幕府时期成为显学，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教育体系和社会伦理。在越南，诸子学同样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。可以说，朱熹不只是中国的思想家，他是整个东亚儒家文明圈的共同精神底色。今天回头看朱熹，你会看到一个矛盾而巨大的人物，他建立了一套精密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哲学体系，但这套体系后来变成了束缚思想的牢笼。他强调格物穷理的探索精神，但他的著作却成了科举考试中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。他一生追求天理，克制私欲，严于律己，活成了一种近乎圣人的模样。但这种圣人的标准也让无数后来者活得压抑而沉重。但无论如何，你无法绕过他。当你今天说这个人做事很有道理，你在用他的语言；当你相信学习需要日积月累，不能投机取巧，你在践行他的方法；当你觉得做人应该有一点敬畏之心，不能什么都无所谓，你其实在回应他800年前反复强调的那个字敬。朱熹把儒家变成了一门可以一步一步学习的功夫，把天理变成了一件可以一点一点接近的东西。他让普通人相信圣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修出来的。这个信念支撑了此后无数读书人寒窗苦读的夜晚，也塑造了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相信积累、相信努力、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韧劲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